好，那如果講到這個東西，那我就好想到，那我要睡多久才夠？比如說我剛剛講大谷翔平說他一天要睡到9個小時，睡到10個小時。是。那以前我們講的是8個小時，可是我看你也有一些資料說，你也不用那麼緊張，也不用8來做一個比較，就我要怎麼樣去判斷我睡得好不好，我睡得夠不夠，然後我的睡眠對我的身體有什麼樣影響？是，基本睡眠時間需求長短啊，跟吃飯一樣的，飯量每個人都不同，睡眠也不是每個人一定要这個睡8小時，吃飯也不是每個人都要吃2碗飯。那在這件事情，其實在過去的幾十年，已經有很多的專家在研究睡眠時間大概要多少才夠。在2017年，就我們剛剛講到，我們去台灣去提亞太經合會睡眠科技提案的同一年，諾貝爾醫學獎第一次頒發給睡眠的研究者，就是這3個美國的教授，全生畢生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在睡眠生理時鐘基因表現的研究。那雖然說這句話很長，但是就是說，他們在研究人要睡多久才夠，對，要睡多久？對，然後等於是說這件事情其實慢慢的越來越清楚了。对，就是說第一個就是基因表現。如果說我是短眠基因，我就可以像丘吉爾首相一樣對，像老婆对3-4個小時就可以夠。但是如果說我是大谷翔平的基因，那我可能真的要睡10個小时，我的 performance 才會好。所以你的基因会影響到這個東西，已經證實了。諾貝爾都得獎了。那如果這樣的話，我如果是丘吉爾，因為我知道丘吉爾是他抽雪茄喝 whisky， 然後他老年還可以得到諾貝爾文學獎，那他可以睡得很少。其實他跟他的基因是有關係。我可以去檢測這樣的基因嗎？所以現在就是說，因為在基礎研究一直到臨床，甚至後面市場上要能夠使用，這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对，所以現在還沒有真正可以在臨床上測說，睡多久才夠的基因。但是我們現在其實有這個生理時鐘的檢測儀器。那這個檢測儀器帶回家1個禮拜，我們就可以知道說，您在家裡生理時鐘晝夜節律運作的狀況，對，就可以判斷說您大概睡多久才夠。那而且基因說真的，如果抽血看基因，它其實因為基因的表现，它還要看環境，對，跟環境的互動，那最後才決定說你的這個人的這個呈現的方式。所以光是測基因其實也不見得是100%完全。那像你自己的經驗來講，比如說你能有這麼多的病人，那我知道你剛來的時候還有一個科技業的高管，現在科技業很多都有這種睡眠問題，對，你自己這樣看哈，這個睡眠到底差多少？有的人比如說他可能就睡3到怎樣的，就3到4個小時，到要睡到8-9個小時以上，這個有什麼樣的不同嗎？OK， 其實是這樣的基本上睡太短絕對是不好啊，那睡太長也不好。那我們所謂的大數法則，就是一般在醫學上或是研究領域啊，有一個叫做中型曲線的分布，叫常態分布嘛。那也就是說，最多的族群可能90%的人都需要睡到7個半小時。7個半，對。但是少部分人就可能剛剛講丘吉爾首相，他就是非常少部分人，可能只要睡3個小時就夠。那像大谷就是要睡到10個小時才夠。對，那所以等於說這件事情其實目前也很難說這個睡多久，然後他的整個身體運作就可以完全正常。那如果我個人感受呢，比如說有些，比如说我睡4-5個鐘頭，我已經精神飽滿了。比如說我睡3至4個小時好了，我就已經就精力旺盛了。對，我是不是就不用太擔心了？那有的比如說我一定要睡到8個小時，我才覺得我有勁。這個人的感覺是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對，個人感覺、主觀感覺是一個重要指標。那譬如說好，我們舉個例子，我們講心跳好了哈，很多運動員、職業運動員他心跳很慢，對不對？那但是如果很慢的狀況之下，其實這個運動醫學的醫師還會建議這些職業運動員，他還是要每年定期的做這個心電圖，先確保他沒事就是說他慢是慢，那確保如果是正常，那就沒有關係。對。那如果說你剛剛寶傑哥講的，如果說好，我今天我只睡3個小時，我精神還是飽滿，那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做1個禮拜的生理時鐘檢測，就可以確保沒問題。對。好，那睡眠是你剛剛講到，比如說7個半小時，我是要一口氣睡飽7個半小時，還是說我可以分段？不可以分段，不可以分段。對，一個晚上整夜的睡眠，其實連續的是最健康、最完美的。對，因為我小時候，我知道，我小时候有一個救國團的主任叫李宗貴，我曾經聽過他演講，他說他也睡很少，可他說他就是努力在每個小節點，比如說我要去哪裡的時候，中間坐車的時候我趕快眯一下，中午我就眯一下。他說我就用很多的小節點，然後累積我一天的睡眠，他覺得這樣就對他夠了。所以我不是說我今天晚上睡不好，我白天睡個午覺補個眠
就可以補回來的？其實不是，因為我們剛剛講到睡眠當中會很多功能要開始運作，那這些功能其實在不同深度的睡眠它會進行的。譬如說記憶的形成，還有記憶的固着，它就不在不同的階段。然後剛剛講了身體的代謝、免疫力的建立，光是講免疫力這3句話，其實它包含了幾十種細胞那這些細胞它是不是大家都同一個時間在工作？不可能的啦。也就是說，睡眠一定要連續。為什麼？因為每一個週期1個半小時裡面有第1期的淺睡，第2期真正入睡，第3期熟睡，第4期的快速動眼期。那這些不同的階段都有不同的細胞還有系統要運作。對。那如果說我都是半小時，那後面的熟睡期沒有啊？是不是？那這些功能就沒辦法產生。這樣我懂了，因为我有戴智慧型手錶，我也会去測我的睡眠。就像你刚剛講的，我開始進行睡眠，然後有深睡的時間，有眼球快動的時間，所以它要一次的完成。我不可以說我現在睡個半個小時，我再睡半個小時，再睡半個小時，那我後面的那個它是有連貫性的。對，如果說全部都是半小時，那基本上都是淺睡，沒有辦法達到熟睡。就好像我們可能連續1個月都只吃點心不吃正餐，對，那身體會受不了的。所以沒有說我沒有睡好，我就把握了中間一些小時間進行睡眠。這個短期補眠是可以啦，但是長期的話對身體是很大的負擔。那有一種是說叫睡眠債，比如說我1到5我工作很忙很累，那我就利用禮拜6、禮拜天我就狂睡，我把它補回來，這也沒有用。其實是很不健康的行為，這樣更不健康。對，更不健康，而且很多年輕人最後導致失眠，就是因為這樣來的。因為生理時鐘被打亂了。對，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他每個禮拜年輕的時候沒關係，但是他因為這樣子假日補眠，等於是他每個禮拜都自己買機票從台北飛到印度，又從印度飛回來，每個禮拜在調時差。對，那這時候他從年輕的生理時鐘就不穩定了。那等到年紀大了，他絕對不穩定。所以我年輕的時候，我覺得我可以狂歡，晚上那個我只要找個時間把它補回來就可以，就沒有這回事。所以睡眠就是每天規律、定時定量，對，規律的作息是最健康的。那另外有一種是說，我現在很多人麻煩是說，我要夜間工作啊，特別是你剛才講科技廠是我要24小時輪班啊，沒錯。那我如果輪班的話，應該這麼說，我是只有晚上睡覺這個時間我才會有效果，還是說我一天只要睡7.5個小時以上，不管我在哪個時間睡眠，不管早中晚，任何深夜，我都可以有這樣的效果。OK， 其實這件事我們在2017年的亞太經合會睡眠科技提案，其實早就提了建議，也就是說，真正要做輪班的，這族群很大包含台灣的勞動人口1/4在做輪班工作，在美國有1/5，基本上是幾百萬、幾千萬人在做。那我們的建議是什麼呢？基本如果真正要輪班，其實最好是固定班別。譬如說我都上大夜班，那就是一直上大夜班，一直大夜班，對，就不要變來变去。那如果說真的要輪的时候，譬如說從白班變小夜班变大夜班，然後在大夜班要真变白班。那如果真正要輪的時候，最好是用順時鐘的方向去輪，順時鐘，不要逆時鐘，不要說我這個月大夜班，下個月小夜班，那就是逆時鐘了。那這樣對身體是非常不好。所以我要日班、小夜班、對，大夜班，對，在日班，对，是這樣子，对，连這個都有差，对，有差，因為它這個生理時鐘運作，其實它是什麼？要跟外界的時間能夠配合的，對，所以很多人說，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也都是找借口嘛，家人就很關心你這麼晚睡會影響身體健康，不會啊，我美國朋友都是現在工作啊，對，對，都是找借口嘛，對，後來我們真正學習的睡眠醫學才知道，腦袋的生理時鐘要跟外界的時鐘能夠配合，這樣才會健康。你說日出對，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個運作，這個才是最健康的。如果說因為輪班沒辦法嘛，對不對？他一定要半夜工作，但是至少能夠維持一個穩定，這是基本要求。所以你的說，我如果睡眠如果中間有任何的這種波動，對睡眠本身都不是好事情。偶爾還可以，但是長期就不好。对。好，那你有特別提到說，睡眠的時候，我們大家講說，那睡眠你也定義了，那就是每天30分鐘，如果不能入睡，一個禮拜3次，然後1個月的時間，那個就代表說你有慢性失眠。對。可是失眠，像我跟我家人就會出現一個不太一樣的狀況。我家人是說他很難入睡，他可能就是躺在床上10幾20可能半個小時或1個小時才把他入睡。我是半夜會醒來，我半夜醒來以後我就很難再入睡。那這中間有什麼差別呢？絕對有差別。基本我們統稱生理時鐘的穩定性不夠。
對，就是生理時鐘如果穩定，白天就精神飽滿，晚上就睡得比較安穩，而且很快入睡。那如果說不穩定，那這時候就可能會難入睡，或者是中間會淺眠多夢，容易醒來之後會睡不着。這個統稱生理時鐘不穩定，俗稱生理時鐘失調。那我怎麼辦呢？我怎麼去調？因為你有提到說，當我們剛才已經談到，就是我失眠有這麼多的問題，是我的睡眠呼吸中止症也有這麼多問題，对，跟你的中風、猝死、跟你的失智、跟你的內分泌、你的肥胖、高血压、糖那邊都有關係。是，而且這看起来就是原来睡眠是我一個清洗、清理、整修的一個時間。如果我的人體沒有睡眠這樣的清理、清洗、整修的時間，我的身體早晚就會出問題。对，好，那我已經知道這樣的問題，那我該怎麼解決了 ？OK， 我該怎麼去面對？最簡單一句話：有病治病，沒病強身。OK， 对，就是有病要做睡眠檢查，把睡眠的病找出来。睡眠检查，对，睡眠检查。怎麼樣叫睡眠檢查？怎麼樣睡眠檢查？就好像我今天去看心臟病啊，如果說醫生認為我需要做心電圖，需要做超音波，需要抽血。那這就是所謂的心臟學的檢查。那睡眠檢查也有類似的儀器設備跟抽血。可是我有朋友也做過睡眠檢查，我聽了以後我就不敢去了。為什麼不敢去？他說很麻煩，我睡覺我要貼一大堆東西，我不但要貼一大堆東西，我回家還要貼一大堆東西。那貼完一大堆東西後，他也不知道有沒有用。所以他貼一堆東西是在醫院做檢查嗎？他在醫院做檢查，他回家還要再貼帶一個小儀器回到家。也要做這個，也要做這個檢查。那這個東西會不會讓人家覺得，做完以後我覺得會有幫助，或是我做完這個東西覺得會讓我感到覺得不方便嘞？其實所有醫療行為都不會方便啊。我先最簡單的就是說，抽血有人覺得很方便，不方便。對，但是大家不是還在抽血嘛，对不對？所以就是我們講到醫療這件事，絕對沒有方便這件事情。醫療的目的是什麼？檢查的目的就是把問題找出來，對不对？那目的達成了就 OK。但是您剛剛講到，其實中間有一些環節，譬如說，早在2007年，美國國家醫療保險，我們叫 Medicare，早就全面給付居家睡眠檢測的費用了。台灣健保一直遲遲不給付，到今天2026年的今天都還不給付居家睡眠檢測的費用。所以所有的病患，如果他有 insight， 他想要做睡眠檢查，他必須要去醫院排隊睡覺。其實是可以在家自己做。人家美國都已經國家醫療保險都給付了。是。對不對？那也就是說，其實從睡眠專科醫師的角度，我們要看的是病患平常在家裡的狀況，而不是在醫院表現特別好或特別差的狀況。因為身上貼了一堆線，怎麼可能睡得好啊？對，跟家裡的狀況完全不一樣。那檢查出來的這個準確率有多少？所以我比如說，我必須要在家裡面知道你的睡眠狀況，那真的是可以对症下藥嗎？因為你有特別提到說，如果真的要睡眠，其實你有很多的條件。是啊，你的條件，你就是說你可能的溫度、光線，对，甚至你有特別提到說，睡眠前，千萬不要看手機，那個藍光真的會對我會有影響。对，藍光其實它會影響，就是生理時鐘的運作，它會往後推，因為大腦會認為說現在還是白天，因為還有藍光，所以它就不想睡了。那我的意思說，那個會影響多久？就我睡覺前多久不可以去看手機？3小時，最好是3小時。3小時理想狀態，對，但是一般人做不到。那個真的会影響，會影響，因為我們的所謂的這個生理時鐘運作哈，我們舉一個比較簡單的例子，就是褪黑激素。褪黑激素什麼時候會分泌？就是藍光消失之後它才分泌。那如果說因為藍光那個褪黑激素分泌也不是馬上分泌哦，不像胃酸，我們吃了一個那個蛋糕，它馬上分泌沒有，它可能要2-3個小時才會分泌。對，所以我說最理想的狀況是3個小時。是，對，所以我3個小時前盡量不要看手機，盡量不要看手機。好，那你有提到一個 CBTI 的這樣的一個邏輯，也就是說我睡眠的時候的溫度、光線。這些有哪會怎麼樣去影響我的睡眠？就是說我如果自己在家裡面，我想改善我的睡眠，我要怎麼去用哪些方式可以讓我快速的入睡？OK， 好，其實 CBTI 跟現在您講的這個聲光熱氣這個基本上是不同兩件事因為這個後者是屬於睡眠環境的部分，那 CBTI 叫做認知行為治療那它是屬於腦袋裡面的東西，還有行為方面的。那個這個睡眠環境當然是外面的、外在的當然都會影響。那所以等於是說，如果是以這個 CBTI 的話，事實上它跟傳統的心理諮商、心理輔導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像我們這一輩的，那是一種諮商，對，它也是由睡眠心理醫師來做執行，對，但是
不是說叫你要放輕鬆，叫你要想開一點，那個基本上是完全沒有用的，因為它重點是生理時鐘的問題嘛。哦，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說，透過這個認知行為治療，因為它有六個不同的內涵，包含睡眠限制療法、刺激控制療法，那當然比較熟悉的就是所謂放鬆訓練，對，那也就是說，很多人說啊，我都做了放鬆訓練，為什麼還沒有好？但是人家要好，你要做6種啊，你只做1種啊。6種，對啊，認知行為治療它就包含6種治療啊。可他不是講說美軍有一種什麼讓你可以快速睡眠，就是你在睡眠的時候，你去學習怎麼樣的呼吸，然後你不會再暗示自己說你自己該睡了，你該睡了，你該睡了，你就可以睡着，這沒有用，沒有那個會有一定程度的幫忙。但是這些人是誰？他們是軍人，軍人跟我們家老人家，我父親每天沒事幹的這種，那狀況完全不一樣啊。那你叫他每天就在深呼吸啊，是對不对？那軍人每天在打仗啊。現在在波斯灣又備了6萬多的軍力，每天精神緊繃的，那這時候你叫他呼吸當然有幫助啊。哦，所以不一樣的，要看狀況，不是說它有效我們就有效。所以你剛刚才講說，所有東西要先診斷，要診斷，要對症下藥，否則要找睡眠專科醫師。所以沒有一招半式闖江湖，那個非常非常錯誤的想法，就是懶人包的想法。可是不是有人講說，我教你一個絕招，你5分鐘就可以快速睡眠。对，但是如果可以的話，我今天就可以退休了。所以沒有什么那個5分鐘的人在哪裡，我也不知道。所以沒有5分鐘可以快速睡眠這件事情。對，我今天就可以不用看診。不是以前不是聽過一個說法，就你就躺那邊，你就說，哎，那個頭該放鬆，頭該放鬆了，肩膀該放鬆了，肩膀該放鬆了。那個就是我剛剛說的放鬆訓練的其中一個步驟。對，但是真正要讓我們的生理時鐘穩定，它其實放鬆訓練只是1/6而已。對。所以放鬆訓練之外，我還有哪些可以做的嘞？就是所謂刺激控制、睡眠限制，還有睡眠衛生，還有其他。我舉個例子哈，所謂刺激控制什麼意思呢？它就是要把床跟整夜的睡眠做一個緊密的連接，也就是說，除了睡覺這件事情之外，都不能在床上做。很多人在床上滑手機，然後在床上聽音樂，在床上看電視，這都是。那這個就開始要進行刺激控制療法。不是我的習慣就是因為你家裡沒有很大嘛，那你而且你知道現在小孩子自己各占一方，你也不可以隨便侵犯別人的心慾。就你知道我在家裡，我只是在我的房間可以去，我不可以隨便干擾人家。的確，其實這個現在在日本特別嚴重。對，那我只能窩在我床上，我不能亂跑，不然我會被挨白眼啊。那我就只能在我的床上做事。你說，因為我在變成我看書，對，想事情，是，然後找資料，你說這是一件非常危險、不好的事情。對，它會讓這個我們的生理時鐘啊，跟床的這個睡眠的連結會淡化。淡化的意思就是入自然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因為他本來就是看到床就要想睡覺的、啊，但是你每天就是在那邊不睡覺，這有影響，絕對有影響。都已經有實證了，我們發了非常多的 paper。你這樣講，我真的覺得有點茅塞頓開的感覺。那你剛才講好，第一個，我以前都覺得我只要放鬆，後來我開始真的有用。OK， 我後來覺得沒有用。第二個是你剛才講的，我要有一些認知，那我還該做什麼呢？我要調暗一點嗎？或者說像大谷翔平說，他去買了一個很重的眼罩，那個眼罩或者我那個枕頭，那個為我特別量身定做，這東西有用嗎？好。因為市面上產品太多了哈，包含這個連戴手表、戴戒指都說號稱可以偵測睡眠，那個其實基本上就我看來因為睡眠科技領域全世界第一本英文教科書就是我寫的在2012年由 Springer 出版。那 Springer 台灣的教授要在 Springer 出書是沒有很多，您還得到歐盟的認證。是，那也就是說，因為睡眠科技領域就是這本書定義的嘛，所以我們剛剛講這些穿戴裝置，不管是表啊還是什麼眼罩啊。基本上如果沒有測到腦波的都是玩具，因為人的睡跟醒就是腦波決定。對，所以你說這個他可以，你戴着手表，他可以跟你說你有這個熟睡期，有快速動眼期，那個都是騙人的快速動眼期是什麼定義的？有腦波、肌電圖跟這個眼電圖叫快速動眼嘛？這3個一起定義才有辦法決定是不是快速動眼期。所以我那這邊弄來弄去，怎麼知道它有？戴我的這個手表是戴好玩的，那個叫玩具。玩具就是好玩就好那有參考作用嗎？有參考作用。玩具其實就是你看了一下，覺得有需要注意要做一些改善 ，OK。是。但是如果真的有問題，其實還是要找睡眠專科醫師。好。那最近又有一個名詞，我們在美國睡眠學，我其實去年被他們邀請擔任策略大使嘛 ，Strategic Ambassador。我們 call 一個名詞叫做
這個 orthosomnia，什麼意思？orthosomnia 就是說，每天我都是一直在擔心我的这個睡眠監測的這個表啊，還有我的手機裡面的數據有沒有異常。是，然後因為擔心這件事，反而我睡得更不好。這個叫做 orthosomnia。就所以有人講說，如果你失眠，你就先不要焦慮。對，你越焦慮，你反而越睡不好。沒錯，沒錯。那現在有另外一種，你知道睡眠有很多偏方。有人講說，你睡前去洗個熱水澡；有人說你睡前去喝個牛奶；你睡前吃個香蕉，這有用嗎？其實都有一點緩不濟急，而且睡前泡熱水澡這件事是非常不對的，非常不對。泡腳可以，泡腳可以，對，但是泡熱水澡這件事就有點類似睡前運動一樣，因為就是說這兩件事啊，其實它都會讓核心體溫上升，對，也會讓身體的代謝變快，對。那這兩個核心體溫跟代謝，事實上都會讓你的睡眠更難進入，而且更難維持穩定。我看到您的過去的這個資料，你有提到說那個核心溫度要稍低一點，要慢慢降低啊。好，对。那如果我不泡热水澡，我泡冷水澡可以嗎？泡冷水澡那就看習慣啦，因為蘇澳冷泉那個其實很多人泡完是睡得不錯啊。所以我泡冷水澡但是這個相對目前沒有證據啦。我只是說，如果依照這個就是整個睡眠生理的運作，對，睡前的核心體溫其實 suppose 要降低，會比較好入睡。那吃香蕉跟喝牛奶嘞？那個就是我剛剛是要緩不濟急啊，因為香蕉、牛奶它其實重點是裡面要有色氨酸，還有那個鉀離子，對不對？對。香蕉的鉀離子很高嘛，那等於是說這些東西它要一定時間的運作，才有辦法合成裡面助眠的這些神經傳導物質，包含 GABA 啦，包含這個褪黑激素啦等等啦。對。但是有一個比較就是說已經被認可的就是 WHO 還有美國睡眠學會跟美國心臟協會都認可的，傍晚運動這件事是好的。為什麼你知道嗎？因為剛剛講這個核心體溫下降這件事，它其實不是絕對值，它是相對值。也就是說慢慢降。對，如果說傍晚我們可以讓核心體溫上升，然後在睡前它慢慢下降，就是它有個溫差，有沒有落差？這時候會比較好睡。所以有人講說，你如果飯後去走路，因為飯後走路，我知道包括像李鴻章他們說，他們吃完飯就要走3000步，那這個是他們整個門派的一個。他說這樣子會讓你的睡眠會變好一點嗎？飯後走路其實它第一個就是幫助消化這件事是絕對有幫助的那但是如果說因為走路其實它不像剛剛講的運動，它會讓整個代謝變快，核心體溫上升。所以其實相對也不會有負面的影響，對，也不太有負面影響，對。但是如果真的是有效的，我們說真的對睡眠真的我们實證基礎有效的，在傍晚運動是效果會最好。沒有想到睡眠這件事情它居然這麼樣的複雜，而且它沒有一招半式可以解決的問題。對，好，那剛剛我們就回到有一個東西是說，對很多人來講，我失眠我就吃安眠藥。那剛剛講的，你吃安眠藥當然對你的睡眠有幫助，可是它不能幫你身體完全的清理，所以對你要去防止失智症，甚至對你未來發生失智症的幾率是其實高的。可是後來看您的書或者看您的這個文章裡面才知道說，安眠藥不只是說它跟失智症有關係。他跟老人家的夢遊，他其實吃安眠藥，如果你沒有對症下藥，或者說你個人的不適合的話，它有很多的副作用。的確，對，最常見的副作用其實不是夢遊了哈，夢遊只是其中少數幾種安眠藥會導致夢遊，譬如說史蒂諾斯，那為什麼會產生夢遊？就是因為它基本上就是壓制腦袋嘛，對。但是它如果壓制的這個地區，它行動的地區沒有壓制到，那當然就是你睡着了，但它還是在動啊，它可以動，還在夢遊嘛。我壓制讓你腦袋不動，但是你的語言不動，但是你的行動可以動，手腳還是動嘛。所以這是為什麼說安眠藥會有這個副作用的原因。那但是最常的副作用其實是我們叫做這個宿醉的這種問題，然後加上半夜醒來跌倒的問題。這個是最常見的。比如宿醉是我早上起來很不舒服，還是昏昏沉沉的，對，然後半夜醒來就是根本就是蒙蒙的，然後跟這個喝酒醉的一樣感覺。對，那這個其實反而是比較危險的。對，那另外台灣的健保資料庫有2個醫學院，包含慈濟醫學大學、台北醫學大學，針對台灣健保資料庫做了一個比對的，我們叫相關聯性的分析，就是說。使用這個安眠藥，他們是用 BZD 是現在就是臨床上最常用的安眠藥。BZD 超過6個月以上，腦癌發生的機會多2倍，食道癌、胰臟癌的機會多1.5倍。你說那個叫什麼藥 ？BZD 就是包含這個現在常見的什麼藏安諾啦、安定紋啦，這些全部都是 BZD。
好，90%以上都是 BZD。那會造成腦癌它跟癌症是有關係？這個都已經發表了，而且是台北醫學大學跟慈濟醫學大學做出來的。對，而且你知道，這個當然，你知道很多安眠藥是會互相分享，是因為你知道很多藥會說。啊，你有失眠的問題嗎？你有什麼問題嗎？哦，沒關係，我這裡有藥，對，我就給你。沒錯，不管是什麼這個藥，但你說這個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動作，非常危險。而且剛剛我現在才知道，說本來想說安眠藥會夢遊，安眠藥會讓你有宿醉，我都知道，或者你即使睡飽了，你還是有那種昏昏沉沉的感覺。對，我沒有想到安眠藥跟你的癌症是有關。對，因為它就是作用在腦袋嘛，所以腦癌的機會是特別高。對，那我這樣講好了。我要多久？因為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對，我如果我的失眠，或者是我吃安眠藥，那如果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要多久會有這樣的影響？6個月，因為剛剛講已經發表在國際期刊的時間，他們就做6個月的研究。對，所以我連續吃6個月的安眠藥，或者是我的失眠的狀況6個月，我的所有的副作用就會慢慢的跑出來。像剛剛講6個月是做 BZD 跟癌症關聯性的研究了，對，那其他的就看嚴重度啦，對不對？因為光是呼吸中止，它就有輕中重度啊，是对。那我們剛剛講一個觀念，缺氧1天不會有事嘛，缺氧10年保證有事。對。但是同樣2個都有呼吸中止，這個是重度，這個是輕度，對不對？那它重度大概3個月就有問題了，對不對？所以您覺得說，所以就是很複雜啦，千萬不要用懶人包的想法來看睡眠。對，所以我就想說，今天來你會告訴我一個什麼2分鐘解決、3分鐘解決、5分鐘解決，其實不會有這個問題，不會有這個事發生。OK， 就是說你就是要對症下藥，要去診斷，要去了解你是一個怎樣的一個狀況。就算你今天是失眠，你是怎樣的失眠，你的生理時鐘如果出問題，是因為怎樣的出問題，你一定要去了解。我沒有辦法。對，馬上給你。对，睡眠不是特別難搞，它跟心臟一樣的，跟這個腦神經的疾病是一樣的，對不對？沒有一個病是2分鐘就會搞定的。是，譬如說我心律不整，我2分鐘可以搞定嗎？不可能嘛！大家不要對睡眠有特別的 fantasy，就是幻想、期待，沒有的，它就是跟其他的病一模一樣。對，我都以為說人類對睡眠應該非常熟悉，我應該可以找到一個絕招，很快來解決這個睡眠的問題，說沒有辦法這樣子。沒有，對，睡眠醫學就是已經定義了幾十年了，這樣子。好，所以剛剛講到，對現代人來講，你都很難想象，睡眠現在變得問題越來越嚴重了。那江醫生也跟我們講說，你1年我們就要吃11.6億顆，而且這11.6億顆只是健保用藥，如果你私人買的那些東西還不止如此。可是這麼大的問題，我可以解決嗎？可以解決，可是也不可能1-2句話我都來解決。可是可怕的是在於說，失眠從開始跟你的失智、跟你的中風、跟你的這個所謂的猝死，甚至剛才講的跟你的肥胖等你的癌症都有相關性，所以我們現在就不得不很認真、非常嚴肅的來面對我們的失眠問題。非常謝謝江醫師來參與我們的討論，謝謝，謝謝寶傑哥，謝謝各位觀眾，謝謝。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